蓝色暴风，我是蓝豹，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蓝豹测评。开勇士刑天15周年纪念的短片，大家想必也都看完了。由此呢，刑天系列呢也将迎来最后的凯魂的战神刑天以及显影刑天到来。那么在此之际呢，蓝豹给大家看看刑天铠甲到底有多少个版本。那么眼前的这些呢，就是蓝豹目前为止能收集到的各种版本的刑天，除了一些 Q 版的造型之外呢，基本上是全部收集到。首先最小的比例呢，无非就是这个铠装系列了。那么铠装系列的话呢，它大多数呢是以盲盒，所以蓝豹呢在市面上收了两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精装版，一个是这个15周年的5人套的一个礼盒，一个是刑天15周年3个形态的套装。这个系列的特色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地台支架，而且它还具备一定的收纳功能，武器呢也是可以放在支架上的。金土版的刑天呢，比普通的这个刑天多了一些金属的漆面涂装。只不过我想吐槽一句，3人套的刑天只有刑天是金土版，其他这两个呢，基本上是没什么颜色的，需要自己动手补色。当然呢，这个系列的可动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应俱全。基本上你想摆一个什么简单的一些动作呢，都是可以摆出来的。显影刑天和战神刑天的细节也可以简单给大家看一下。虽然说这个比例非常的小，但是官方依稀在这个细节和做工上是下足的功夫了。像简影刑天的胸甲上面的一印涂装都毫不马虎，唯一呢就是细节这位置有点小中奖。紧接着登场呢是1:12比例的刑克系列的铠甲勇士。那么刑克系列呢也是第一个把这个铠勇士以1:12化做高端可动系列的，但是呢奈何它的塑胶质量实在是太差，看过我往期视频的小伙伴这一点应该是再清楚不过了。系列最大的问题呢，也就是它的这个关节阻尼感就是掰的时间长了的话呢，它可能就会发生一些比较断裂的现象。就比方说它这个出版这个刑天它的腰简直是重灾区，而官方的解决方法居然只是在腰部涂点润滑油给我们敷衍了事了，并且出版的刑天呢还有这个左右做反的这么一个现象的问题，实在是不忍直视。并且这一款的火星掌居然还出现了这个捆绑限定这样的一个做法，实在是难以理解之后这款战神刑天呢，在这个基础刑天上松紧度得以改善，但是塑胶质量还是依旧的老问题。而且我感觉我这支的战神刑天的红色比这个基础的红色稍微要淡了那么一些。之后呢是这一支在23年出的这一款改件它上半身包括这个头都是改件因为这个素体是基础刑天，不是战神刑天。武器的话呢，则是少帅将所制作的。另外呢，还有少帅将所做的头雕以及简影摩天剑。这3款刑天在现在看来确实是有点不够看了，但是当时的情况来说，确实是比较稀有的。毕竟当时除了刑克之外，没有人还做过1:12比例的这个可动小人如果呢你要觉得刑克系列太贵了，或许拼装呢也是一种选择。那么这个系列的话呢，单体价格呢普遍连100块钱都不到，所以说补色方面的话呢，主要集中在这个武器上面。其实躯干上面的话呢，补色地方并不是特别多，所以组装起来的观感体验的话呢，还是挺不错的。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普通版和这个会线版，那么它们这两者最大的区别呢，就是一个是普通的一个原色，另一个的话呢，就是换成这个红色的金属涂装。除此之外呢，还换上了一个新的大臂零件，其他方面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了。只不过我想吐槽一下，这把火星剑或者说火星快枪的柄部，它居然只有一部分预涂装。接着是战神刑天，那么战神刑天相比起这个普通刑天的话呢，它有很多进步的地方，当然也有很多退步的地方。比方说它这个小腿部分的一些零件，居然细节方面有所缺失。其次呢，在手腕连接处呢，比普通刑天松很多，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这次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把火星掌制作出了一个新贵的零件，使得火星掌的手部呢是球形关节，能自由的转动了。当然呢，这两个刑天也是一样，需要在它的蓝色透明剑背后进行银色的补色，才能让它发色更加的纯正一些。而这里的金土的刑天直接把这类透明零件换成金属的预涂装，失去了透明剑的一个灵魂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待的。之后呢，咱们来看看这两个简影刑天。普通版和这个会线版的最大的区别呢，无非是头部的一个透明的红色直接换成板喷工艺，使得它整个会线版本的头是完全不透光的。会线版是增加了2把剑，一个是这个未展开的简影摩天剑，还有一个是展开的这个版本当然呢，这个涂装水平呢，我就不评价了，实在是不怎么地
其次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凯装的剪影先天的头部居然和凯宾 Z 的版本耳朵部分的细节是有所区别的。其实这个系列如果说再能再加上一个这个持卡手的手型就好了。紧接着最后登场的话呢，就是这个凯宾的刑天以及战神刑天。本来呢我只收了一套，但是由于呢这两款刑天背后的凌驾是十分不好替换。当然呢，这个系列的还原度还是非常的高呢。不过不得不说啊，它的这个组合完之后呢，松紧度是很有问题的。像我这款刑天呢，现在属于非常松、打快板的那种存在。由于时间的问题啊，我这两款啊就已经发不了光了。然后呢，在召唤器方面呢，也是目前为止我觉得做的最好的一个了。最后呢，在这款火星天炼剑上做的真的是非常精细，像两侧的这个间隔方面呢，都是用红色透明剑来进行制作的，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变形，这你受得了吗？在这个剑颚的这个位置能插卡的话就更好了。最后登场的话呢，就是这款凯魂的刑天，那么也是市面上目前为止做的最好的一款了。那么它这次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它这个底上增加了这个皮套的褶皱细节，而且还有亚光处理，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还原，并且在召唤器上也是进行增加了一些细节的点缀，像是中间的红色的镜头盖都用透明材质进行刻画出来。召唤卡呢，也可以像剧中一样直接安装在这个召唤器的相机当中啊。也由于呢，它在脚底啊增加了部分的合金材质的原因啊，所以说它拿在手里啊还是挺沉甸甸的。当然呢，这款问题呢也是存在的。我玩了一段时间呢，发现它这个小臂的自转和手型的自转呢是会变得非常的松。当然，这款刑天依旧是恶心在火星长这个捆包上啊，就变成一个会线版本了。至于那款值不值得买呢，也由大家自己来恒定了。那么刑天呢，到这里呢就给大家总结完毕了。从22年到现在呢，出了各种不同版本刑天，不同比例、不同配色、不同的限定。我之前一直在想，是什么导致这个刑天系列的人气这么高，居高不下？直到我看完李威直播，能把戏外和戏内做到知行合一，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消费一下什么这些，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我不消费哈，我觉得童年嘛，对吧？你们的童年就不是拿来消费的，好吧？或许这才是让刑天人气居高不下的原因吧。